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 Real Talk Mandarin。今天请到了我的老朋友笨叔，大家好。也欢迎笨老师。那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应该大家也是很感兴趣的。如果你是一个健身爱好者，或者是你一直想开始运动，想走进健身房，但是迟迟没有行动，或者是开始健身，但是坚持的不太好，那你一定要好好的听我们今天聊的内容。首先我先问笨老师一个问题，因为我知道你今年特别忙，最近特别忙，那你有没有时间抽空去锻炼身体，去健身房呢？很好的问题。刚才你的开场白你说了3类人啊，你说前2类的时候，我在想，哎呀，没有把我包括进去。我其实就是这个第3类，就是开始健身，但是坚持的不太好的那一类。怎么个不好法？你是3天打鱼2天晒网吗？好，划重点，这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中文里的俗语，3天打鱼2天晒网。说的就是我啊，3天打鱼2天晒网。对，因为我是确实像你说的，我有时候特别忙，然后把一天都排得很满啊。那就是久而久之，就是一直在电脑前工作呀，然后基本出门的时间很少。而且在西班牙，你知道这边人吃晚饭的时间很晚，就是一般9点10点才开始吃晚饭，然后我12点去睡觉。我到西班牙之后，就是整个人胖了这个1/3。其实能看出来一些。原来刚到的时候，如果看我好多年，就是刚到西班牙的视频，那时候是70多公斤啊。哇，现在那标准的身材。现在已经要冲100了。我家有体重秤，我都不敢踩啊。里边的电池我都没有换，然后我怕我踩上去我会犯心脏病。对。那你是因为感觉到不行，这个体重要控制一下了，所以你想开始健身的吗？就是我一般就是1、2年回国一次做体检嘛。然后第一次做体检，他说轻度脂肪肝。第2次做体检就是过了2年，说中度脂肪肝。我在想不行，不能再变成重度的，所以我就回来之后一咬牙，然后我知道我自己是不好意思去健身房的，因为那些器械我完全不知道怎么用。就是如果我去健身房，我可能就是去跑步机上面就是跑一跑啊，或者是那个椭圆机踩一踩。但是我觉得就是这样的话可能起不到效果，可能不是正确的方法，所以我就花大价钱在这个中国很有名的这个 APP 叫小红书，在小红书上面找了一个说中文的这个健身教练本土的所以他带着我，就是还好，就是因为我钱已经花出去了，他每次叫我，我肯定就会过去如果他不叫我的话，我可能就偷懒所以我现在健身都是他逼着我，然后我过去。但是因为现在慢慢的跟他练之后，我就是知道每个器械怎么用了。有时候他很忙，或者我们时间就是敲不上的时候，我刚好这一天有2个小时空闲，我就过去健身一下但是如果这2天排得很满，我可能就会往后拖是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这个教练他起到的作用，你觉得是什么？它起到的作用就是有2个很重要的作用。第一就是，他逼着我，就是让我可以就是松懈的时候，我知道他一召唤我，我就可以过去去健身有一个督促的作用。对，督促第二个作用就是他真的知道怎么去正确的使用这些器械他会教给我方法。然后他教给我方法之后，我可以用他的方法，或者是我可以就是自己练一练，有问题的时候我也可以去问他，就是
所以我知道有一个人可以指导我、帮助我啊。对，就是一个是督促的作用，一个是指导的作用。对对，这个确实是在健身初期，就是当你完全不会用这些器械，这个是非常有用的，非常有必要。感觉就跟学中文差不多，因为你刚开始面对这个中文的世界，你会觉得哦，怎么开始学这个语言？又有汉字，又有这个拼音，又有语法，又有好多好多东西。对，所以我去健身房就是一样的感觉，就觉得这个器械我到底要怎么用它们？对，所以有一个系统的指导。还好，因为有这个教练在前期就是跟我建立好了一个很好的健身的习惯。我开始的时候肯定是不情愿，但是因为我就是跟他已经就是一起1年了，所以后期即使他不督促我，因为这个习惯也会推着我自己就是要去健身房，至少就是自己每周要去2、3次这样子。好，那说到这个健身的习惯，每个星期你要去几次啊？然后每次你要练什么呀？你大概现在有这样的安排吧？有，对以前完全不知道啊，然后这什么练腿日啊，然后核心日啊这种，现在就是对知道了。对，那你是以力量训练为主吗？就是力量加有氧吗？你这个太专业了，这个一会儿要问你。对，就是这个力量训练嘛，就是用这些器械。我就是跟他目标反推啊，我就说我想要这个就是轻一点呢，然后控制一下体重。但是他说你还是要有肌肉啊，没有肌肉的话，你这样瘦下去也不行，所以就是也做力量的训练，然后也做减脂，就是结合在一起，有氧。对，对，所以教练他还是会给你一个更有针对性的，就是可能你的目的。对吧？只是减脂，就是说我瘦了就行。但是这个教练，但是他还是让我做力量的训练。对，这个增加肌肉的含量，然后增肌，对吧？所以我们常常会说增肌减脂，减脂增肌。对，所以这样搭配着其实是一个更合理的健身训练的安排。但我觉得我还是这个小白的阶段，然后我觉得你已经是这个骨灰级别的健身爱好者，因为你都不是1年2年，是已经7、8年了，对不对？你健身6、7年吧，6年多，快应该快6年多，6年多了，很厉害啊！我觉得我身边遇到的去健身的女生是少数的啊。然后你是怎么开始想要去健身的啊？我很好奇。你看我这个经历很有意思的，一般人开始健身就像你一样，对吧？觉得哎呀不行，现在可能胖了，想减肥，想减脂，为了健康的原因，对吧？对，你很苗条啊，然后我觉得你本身就看着很健康，我觉得就是你怎么突然我想去健身。对，我其实一直也不胖，我最胖的时候也没有很胖，所以我开始健身不是因为说我要减肥，我是因为感情原因。是吗？有一个男生说你必须健身，我们才可以在一起，是这样？不是这样吗？不是，是我跟我前男友分手，然后那段经历对我来说打击很大。所以刚分手的那段时间我就太难受了，我的脑子已经就是没有办法控制，就是我停不下来想这件事情，然后我就每天也吃不下去饭，身体也觉得不是很舒服，我就想着不行，我不能继续这样下去，我得找个事情做，你要找一个这个情绪的发泄点，对吧？要把那个释放出来。对，我就想着我要做点什么呢？我就想着我也不能做那种对自己身体不好的事情，那我选一个对自己身体好，那我就说我去健身房吧。但是当时我就也知道，我说那些器械我是完全不会用的，我自己去的话我干嘛？我肯定是不知道怎么用，我也不想只是去跑步机上跑步，
所以是的，对，所以我也是一开始我就说好，那我就请个教练，然后我就走进健身房请了个教练，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一直坚持到现在了。所以当时我开始的时候并没有想着说，我要练到什么程度，或者是我能坚持多久，但是开始练了以后就觉得反正我的钱也花了，对吧？我每周就固定的时间我得做这个事情，可能就过了2-3个月这个习惯就建立起来了，然后大概半年的时候就觉得看到一点效果了，就发现身体有一些变化，就是身材和以前什么样的变化？就是有一点肌肉了，而且更挺拔了。就以前呢也不胖，但是肉是松的，没有肌肉啊，所以是松的。现在就是都是肌肉，是硬的。那你精神状态吧，除了这个身体的变化，这个精神状态会不会也变得更好、更积极？好很多。就是当然也不是说只是因为健身，所以我就把分手这件事情就忘掉了，或者就好了。我觉得各种原因都有吧，但是健身肯定是帮我更快速的去恢复了。因为健身完以后确实精神会非常好，然后觉得很有能量，很有活力，然后就脑子也变清醒了。对，所以后来就是这个习惯推着你向前走啊。对，是一直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正反馈，然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我觉得这个要归功于我的教练。对，我觉得就是教练能给我们安全感，因为我自己去健身房就感觉有点局促不安，就是到底要干嘛啊？怎么用每一个器械？教练真的让我们就是可以很专注于就是去做什么，他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做，然后真的能看到效果。对，就是对你来说呢？对我来说，我觉得其实我换过几个教练，我都是一直在一家健身房，但是呢，在这个健身房换过2-3个教练，是健身房的原因。但是呢，最后一个教练，我到现在还跟着他练呢，就是我们2个已经6年多了。我中间不是还去美国待了1年多吗？但是我回来以后，我还是继续去找他练。所以这个教练跟其他2个教练比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有什么特色让你觉得你就是不要再换了，就一直跟着他练啊？首先我觉得他是比较专业的，他确实是知道怎么指导我，就是循序渐进的来，就是一开始他给我制定的一些动作呀，因为我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完全不太懂嘛，我的体能啊，或者是我能做的重量也都比较小，体能也没有那么好，所以一开始他就是按照我自己的情况，他给我制定这些计划，然后慢慢的、逐渐的根据我的情况做调整，所以就是每次跟他练完，我会觉得都有收获，就是每次也学了动作，然后练完以后身体感觉也很好。然后确实有效果，就是你坚持一段时间，你看到效果了，然后再加上，我觉得教练因为是人和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嘛，对，所以时间长了就也有点像朋友了。就是平时我们也会就是训练的时候，聊一聊天呀，开开玩笑啊什么的。就现在，就又是教练和学员的关系，也是朋友的关系，所以就是一种让你很开心的状态去做这件事情，就没有压力的。很好。对，我觉得教练我也是，就是换了几个教练。然后我最后的这个教练，我是觉得他是能看出来他是很用心的一个教练，不是说我把你当成这个我众多学员中就好像一个流水线上的一个产品一样，就是他是真心的想要去帮助我他是给制定的计划是针对我的情况去制定的，因为我之前有其他的教练嘛，然后其他的教练我就觉得他把我
当成了流水线上的产品。然后我过去之后，他就是坐在那儿，然后让我做那个地板上的核心动作嘛，然后他就在那儿可能玩手机啊，或者是就是不经意的拿出来手机看一看啊，或者是跟其他人聊天啊，就是感觉不是很不耐烦，想要把这个时间很快度过的感觉啊。但是我现在的教练就很好，他就是有问必答，然后他会真的去纠正我的动作。之前的教练可能我做错了，他也不会说什么，就是应付我一下啊。怎么那这个教练他会听起来有点像我们的学生学中文一样，就是可能会碰到一些不是那么负责或者专业的中文老师一样。对，就比如说有发音错了，然后不给你纠正，对吧？或者你句子说错了，不给你纠正，然后还说很好很好。我觉得这个健身教练跟中文老师差不多啊。对，就是健身这件事情和学中文或者学一门外语也很像，因为它就是需要你长期坚持的，它不是说1-2周甚至1-2个月你都不一定能看到效果的，它是要以年为单位的，你真的要到1年、2年、3年你才能看到效果，你才能真的觉得我进步了，我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初级的初学者的这个阶段了。但是正是因为这2件事情都是要坚持的，所以它才显得比较难，它才会对很多人来说很难，就是因为坚持这件事情确实不容易。找教练找老师我觉得也是一个挺难的事情啊，因为有这个茫茫人海啊，那么多的教练，那么多的老师，到底哪一个是，就是有时候我可能会想如果是那种特别明星的这个教练的话，我也负担不起。我觉得我现在这个水平，我也不需要去小白的程度，不需要找一个这个明星的那个教练去帮助我。但是我又希望就是可能有人能帮我筛一下，就是能告诉我这些教练是靠谱的啊。所以这个过程就是我去找健身教练的这个过程真的是蛮曲折的，就虽然可能在小红书上有很多的这个教练，但是还是要去一个一个试，因为毕竟就是小红书上可能有的人说他，或者他夸自己说他自己特别好，但是你一定要跟他学一学才知道啊是不是好的教练。那我觉得可能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的粉丝在学中文上可能觉得有共鸣。就是选老师这个问题上。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就是帮助大家，就是我们筛选了一些老师，然后我们觉得真的是很靠谱的，不需要大家去这个一个一个花很多时间去试，这个试错的成本也是蛮大的啊。对，所以就是大家如果有这种1对1的，想找一个老师给你辅导一下，或者就是你现在有点困惑，或者你现在到了一个瓶颈期，你不知道该怎么提高了，你不妨去找我们筛选的这些老师去，可以安排一个试听课，你可以跟这个老师聊一聊，然后跟他一起制定一个学习的计划，因为这个会专门针对你，是一个定制化的学习。然后这些老师确实是我们筛选过的啊，是至少是都是我认识的老师，所以大家就是看，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可以在我们下面的这个链接中，你就直接报名，然后填一个表，然后我们会给你安排老师做一个这样的沟通，你可以跟老师做一个这个试听课。好，那我们接着说这个健身的事情。其实我现在也想再调整一下我的这个健身的计划，因为我之前是做力量训练做的多嘛，我有氧做的少，但是我现在觉得我应该增加一些有氧进去了，因为我很不喜欢跑步，我觉得跑步很无聊。对，我看那个好像什么最近
我的学生跟我说他在做 HYROX， 哦，HYROX 很火，就是你跑步要跑步，然后再做训练，再跑步，这个你不想做对吧？这种。哦，HYROX 那种 HYROX 是有氧和力量的结合，它的强度非常大。我想去尝试一下里面的一些动作，但是我觉得它那个强度太大了，我有点担心它对身体会造成一些伤害，因为我现在左边的膝盖有一点不是很好，就是所以我不想做那种强度太大的。所以这个就是你还是要根据你自身身体的情况去安排你的训练，你不能说现在这项运动很火，所以我就跟风去做了，你到时候再伤到自己怎么办呢？没错，我有时候我路过，因为这面可能最近才流行 HYROX， 但是那个 CrossFit 是更流行的，他们都会在大街上做那个 CrossFit， 我看他们做我都很害怕，我就觉得哇，这帮人身体素质太厉害了。对，我觉得可能欧洲、北美，对吧？就是他们可能对这些运动还是，更加的怎么说流行一点，就相比中国来说，就是做的人更多，很多像 CrossFit、HYROX 在国内，它只是一小批人现在开始在做，对，这边的话就是感觉好像大家挺热衷于，就是做这样的。对，这个新的流行的这种训练，对 HYROX 确实现在在国内也开始流行起来了，特别是那些你看那些健身博主现在都开始去做 HYROX，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要理性一点，你还是得看你自己身体的素质和身体情况适不适合做这个，因为它确实强度很大，慢慢来，一步一步来，别直接一下子就做那么强度那么大的。对，而且也不一定说我就得去做 HYROX 那样的，你也可以选择一些舒缓一点的瑜伽、普拉提啊，这些都可以啊。对，你动就比不动好。是的。笨老师，你觉得你已经健身1年的时间了，跟1年前比，你觉得有没有什么身体上的变化或者其他方面的变化？其实现在去健身房就是感觉家常便饭的，就是不是之前去健身房的1年前就是紧张害怕，但现在就是感觉好像去一个很熟悉的地方，另外也感觉自己身体上真的确实就是这个耐力啊，还有这个体能啊都有改善，就觉得还是挺有成就感的。但是我觉得还是要管住自己的嘴啊，我饮食上还是太放松了，所以健身效果还没有那么明显，所以就是要跟好的饮食习惯相结合，不能只跑健身房，但是吃的时候还是把不住门儿，对吧？对，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一旦开始健身，你也要搭配相应的更健康的饮食习惯。这个就是健身我觉得带给我的变化。我是健身以后我才开始更关注饮食方面。以前呢，我有一个很错误的认知，就是你知道在中国女生呢都是想要瘦的，对吧？想要瘦呢就是说我不能吃肉，对，以前就是说我就多吃蔬菜水果，少吃肉。以前一个错误的认知就是觉得吃肉会变胖。哇，我现在想，对，我觉得大部分人都是这么觉得。我现在想想，天哪，我怎么以前会有这样的一个错误的认知？因为我健身以后，我知道如果我要增肌，我要有更多肌肉，是一定要增加蛋白质的摄入的。那蛋白质最佳的我们摄入的来源就是我们肉食的。当然就是我现在不说素食的朋友，素食主义者，他们可能是从植物类蛋白来的。但是像我是吃肉的嘛，那现在就是其实我每天饮食当中3餐当中都是一定要有一定比例的蛋白质，就是肉类，对，然后再加上鸡蛋、牛奶这些东西，还有就是你也去严格控制糖的摄入吗？对，还有对，是的，会很注意这些，然后包括碳水。我是吃碳水的，我觉得有一些人他们对碳水有个错误的认知，就是说吃碳水长胖，
吃太多碳水会让你长胖，但是碳水是人体必须的，你是必须要吃碳水的，只是看这个比例，看你现阶段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你是要减脂，你还是要增肌，但是一定比例的这个碳水是一定要有的，对，所以就是从健身以后，我就开始对饮食方面，就是每天摄入什么样的营养元素，然后我现在买东西，我有个习惯，我是一定要看它那个就是营养配料表的，就是它那些营养元素，比如说碳水啊、糖啊、蛋白质啊、总热量啊，就是这些我一定要去看一下的，然后包括我自己做饭的时候也会搭配好。你会偶尔给自己放个假吗？比如说有朋友约吃火锅。会啊，这个没有那么严格，就是一般的时候，对吧？就是按照这种健康的饮食去执行的。但是如果比如说我今天练了个腿，或者我今天打拳了，这个消耗特别大，那我就多吃一点啊，没关系的。对，但是我觉得还是就是一个习惯的问题，你平时都是保持一致的，就是健康的，你稍微就1-2天你放纵一下或者多吃一点，它不会影响你的。对，不要像我这样每天都放纵一次啊，一周放纵一次可以。还有一点就是对审美方面的改变，就是以前会觉得瘦好看，就一定要那种，你知道吧，在中国的那种审美就是瘦瘦的。我现在不行，我觉得一定要有力量感，要有点肌肉。对，确实我也同意，就是那种瘦瘦的，就是皮包骨的感觉，我真的觉得是一个病态的审美。我觉得真的有肌肉健康型的会好。是，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蛮有趣的话题，就是中外的审美。现在主流我觉得中国还是那种喜欢白白瘦瘦的那种感觉对。所以说真正的走进健身房健身的人，他一定是就是不追求那种很纤细呀、很瘦弱的那种身材。